转转过，转动过，风被经手时可取。无鼓点，无打击，我无点自了气。呼气烟，是火将，无责下手压。苏得到一笔感伤，宿命感浓合。你与我斗长与晚，一人心藏旧伤痕。也是无知此出现，拉出一段悠长旋律，古今几世纪星辰般。有情晨曦破绽，迂回从前看，情绪逐渐展开关，心绪逐渐展开，以为战斗像是在压抑眼泪。若问长夜知多少，几回尽付几回虚，或许繁星皆沉默，或许晨光不再理。小青，我相信你一定还活着，快些回来。你曾答应过师尊，绝不会离开玄清宗半步。师兄，师尊想让所有人聚齐。师兄，师姐，说吧。师尊，大约1个多月前，圣兽寒灵的尸身在深夜时分被发现于寒雾谷东侧，现场还发现了楚清流的弟子名牌。映雪，说说你们看到了什么？是，师尊。当时接到谷中守卫的禀报后，弟子便与裴师弟一同立刻赶往寒雾谷。在那里，我们发现圣兽寒灵已经因剑伤而死。不远处，不仅发现了楚清辽的弟子名牌，而且楚清流本人也在那里。楚清流刚刚与圣兽寒灵交过手，我们赶到时，圣兽寒灵已经被楚清流杀死了。我们试图与他说话，并劝他回宗，可楚清流拒绝了。直到最后，双方不得不交手。楚清辽为了不回宗而反抗，最终坠入了深渊。你们真的亲眼看见楚清莲杀了圣兽寒灵吗？没有。然而，弟子牌与楚清离本人都出现在事发之地。仅凭这些，便断定一名核心弟子有罪，未免太过仓促。刘长老未免太过心软。除了弟子牌，他还逃跑了，并且袭击了同门师兄弟。反抗并不代表有罪。那个孩子是由沈清玄亲自教养长大的，多年来他的性情一向清正而沉静。
我不相信他会无缘无故杀死圣兽寒灵。况且，楚清流的剑术十分薄弱，他未必有能力杀死那只灵兽。哼，楚清流是太虚灵境的守护者，他掌握着那里所有灵兽的习性与弱点，只要运转真气，便能控制那些灵兽。对他而言，杀死一只灵兽并不困难。自12岁起，沈清玄便将楚清林安排在太虚灵境，以平衡寒雾谷的灵气，并让楚清林以自身所掌握的封印之术守护太虚灵境。此前，灵兽一直很难控制，甚至那一带的守护封印也十分薄弱。但自从楚清辽在那里之后，灵兽一直受到妥当守护，甚至能够被他的真气安抚。不仅如此，寒雾谷的守护封印也一直维持得十分稳定。哼，若守护封印当真完好无损，为何偏偏有一只灵兽被杀？自然只有他能做到，因为当时与那些灵兽一同待在太虚灵境中的只有他一人。长老，宗主，抱歉，弟子若有冒昧打断之处。其实，在小青失踪前3天，我曾让他离开太虚灵境，跟我们一起前往青兰府。在弟子们参加比武大会之前，与我们同行。知道楚清灵会有什么后果吗？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楚清庐不应该离开太虚灵境。顾辰舟，难道你对此事一无所知吗？自12岁起，楚清庐便一直待在太虚灵境，不应被允许离开。弟子只是想带师弟出去片刻，而且当时也想让师弟看看比试大会的情形。这是弟子自己一时的私心，才让他落得如此下场。数十年来，自从楚清劳在那里之后，太虚灵印从未有过如此安稳的时候。楚清劳对太虚灵印的真气平衡至关重要，就为了你身为师兄的一己私欲，竟闹出这样的乱子。顾辰舟确实有错，但并不代表楚清南离开太虚灵境，护境封印便会随之消失。除非当时楚清南体内的真气出现了紊乱，毕竟这孩子自幼体弱，因为强行施加于他体内的禁术，解除魂印之术，使他的身体根基变得脆弱。若不是他拥有如此纯净的真气，恐怕楚清离早就已经死了。玄清宗不会在未经调查之前审判任何一名弟子。真相尚未查明，但楚清离的名字暂时从玄清宗新弟子名册中除名，因为目前的过错更多指向他。宗主，小青一定会回来，并且会解释清楚一切。宗主，我求你，给小青个机会。决定已经定下，此消息将传遍宗门。待楚清离回来之后，便立即接受审判。若查明当真是他有罪，便依法降下惩罚。裴师兄，他没有错。为什么师兄要伤害小师兄？为什么小师兄不是坏人？师妹，睁开你的眼睛，不要太轻易相信楚清流的表象。楚清流是唯一能够控制上古异兽的人，还好他不在那里，否则谁也不知道他在太虚灵境究竟打算做什么。师兄，你在说什么？小师兄不可能会有那种想法。你等着看吧，你一定会后悔没有相信我的话。我相信小师兄，师兄是个温柔善良的人。我相信师兄从未想过要做任何坏事。